家好，又是我了。我现在要去金门。这支影片会在金门本岛上走遍4个闽式建筑聚落、8座私人洋楼和8个周边的历史建筑或景点，还有吃了10家的在地推荐美食，来看看金门先民到底有多么不简单。既然来到昔日战地金门，进民宿前先来窄山坑道逛一下。只是这个坑道就刚好不开放，我们就来旁边小吃部吃冰吧。高粱酒的 gelato 比想象中好吃，酒味很浓，但不会把冰淇淋的奶味盖过去。庆记蓝莓的话，就是冲着庆记买的咯。接下来的行程会把金门岛从中间切一半，先走东边的金湖镇和金沙镇，之后再走西边的金城镇。我们就先把金门怎么会有这么多洋楼的来由交代一下。金门人在20世纪初期，许多聚落人家纷纷前往南洋经商做生意。南洋这么大，以现今的地理观念来看，包括了马来西亚的东马、西马、新加坡、印尼诸岛屿、汶莱、菲律宾、泰国等等。他们会选择在哪里落脚，主要是看当地有没有熟识的人，也就是先前就移居的同宗长辈或者亲朋好友。在南洋经商有成后，总会想要衣锦还乡，所以在金门老家聚落盖一栋洋楼，不仅彰显财力，也是为了在未来有一天能够落叶归根，回乡养老。1910年至1940年代是金门新建洋楼的全盛时期。但有趣的是，洋楼的建造是屋主汇钱回乡后，请托家族成员或友人代为管理，也因此我们接下来看到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洋楼，大多因屋主和他们的后代皆在南洋落地生根，所以洋楼本身几经岁月风霜，甚至被废弃。产权的继承都很明确，只是没有人管理。县政府想要进一步修缮，反而还要花费很大的心力。除了建洋楼来彰显财力和满足落叶归根的安全感，当然还要办学校来回馈乡亲。所以我们在许多聚落和洋楼的附近，也都会看到洋楼主人或整个聚落合资所兴办的学校，这多少延续了华人对于念书才能向上流动，避免四处飘零的观念。常有台湾本岛旅客心叹，我们现在会害怕语言的问题，连出国玩都不敢，他们反而拎了个包包就去南洋闯荡。这里是位于金湖镇的陈景兰洋楼，顾名思义，建造这座洋楼的屋主就叫做陈景兰。他在20世纪初期前往印尼雾里洞和新加坡经商，在赚了些钱后汇钱回金门，就在这里盖了这座洋楼。这座洋楼起建于1917年，完工于1921年。当时请了厦门和金门的师傅施作，目前是金门规模最大的一栋洋楼，也是保存最完整的一栋。陈景兰不仅回乡建洋楼，还在1922年开了一家船运公司，方便当时金门和厦门居民的交通往来。这里算是规划比较完整的景点，有洋楼，有小公园当前景，还有沙滩。洋楼本身维护得宜，所以拍照取景比较容易，可以多花点时间待在这里哦。我们中餐来到新湖镇市区吃8步高粱酸白菜水饺和糖水豆花。酸白菜水饺的皮很 Q， 酸白菜是真的北方酸白菜的酸，不用任何蘸酱就很够味，喜欢酸白菜的人一定要试试看哦。原本要点豆浆豆花，但豆浆卖完了，就点糖水豆花。糖水清淡不太甜，豆花的豆味不会太重，口感软绵。整碗豆花清淡不甜腻的路线，喜欢这种口味的人可以试试看。吃完中餐，前往金沙镇的方向前进喽。前往金沙镇的路上会经过特约茶室，也就是831军中乐园。国共内战后，国军退守金门，阿兵哥们常常驻扎在各个村落的祠堂、庙宇，或屋主在南洋的空屋里。官兵和村民常会出现感情纠纷。为了解决前线官兵的性和感情需求，第一个特约茶室于1950年成立，它是位在金城镇的朱子祠。而这边是金湖镇的小径村内的小径特约茶室，现在变为展览空间。这里是金沙镇的王金城洋楼，王家人早年去印尼经商，定居在茂雾，也就是在雅加达的南方。刚开始是经营面包店，在荷兰人殖民印尼的时期，受到荷兰人信任，殖民政府就特许王金城经营赌场，
此后就迅速累积财富。1928年，王金城把钱汇回金门，请他弟弟协助起建洋楼。当时找了厦门鼓浪屿的设计师，以及来自于福建的工匠、石材和木材，于1932年完成这座洋楼。王金城本人没有住过这间洋楼，但他的长子结婚时带着他老婆和妈妈短暂在这里住过一阵子。1937年，日军占据金门，一家人则移居新加坡避开战乱，此后就没有再回来。这座洋楼目前正在修复中。这座也是没什么人来的聚落，是金沙镇的碧山聚落。这座是承德新洋楼，就位在聚落的入口处。洋楼于1926年起建，现在已经废弃，但仍然是看得出来当初是有多么气派。喜欢拍废墟感完美照的人一定要来这边哦。再往聚落里面走，会经过瑞友学校。瑞友学校是1934年新建，是前往新加坡经营木材生意的陈瑞友在去世前捐钱，并且委托同宗的陈德信所兴建。再往聚落里面走呢，我们就会看到陈清吉洋楼，同样也属于废弃的状态。陈清吉少年时被爸爸的朋友带往新加坡做学徒，后来自立门户，在新加坡经营合通商号而致富。陈清吉于1928年曾短暂返乡，并且从泉州找来师傅、石材和木料起建洋楼。洋楼于1931年完工，洋楼正面上则刻有“团结就是力量”的英文字。在逛沙美老街前，先吃点东西吧。这家是米香耳爹，炸鱼头3片40元，芋头很扎实，芋头味很香，但没有想象中的淀粉甜味，所以不加胡椒盐或辣酱就会非常清淡。耳爹一份也是40元，高丽菜和韭菜的清甜味道很足，偶尔咬到10颗，海味就会跑出来。外皮炸得很脆，内馅水分非常饱满，不加任何酱料就很好吃。这里就是金沙镇的沙美老街，是金门最早形成的街市之一，还有许多阿兵哥驻扎的时期里，这条老街也是阿兵哥短暂休假会来吃饭、娱乐、看电影的地方。现在游客来这里主要是看一排废弃的屋墙，号称沙美摩洛哥，说是仿佛走进摩洛哥沙漠之中，我是没什么感觉啦，但网美们很爱就是了。晚餐回到金湖镇吃老爹牛肉面，招牌牛肉面属红烧系，汤头清爽但口味很重，面条 Q 劲很足，这面条很推哦。牛肉采用当地黄牛，煮到入口就松散开来，因为纤维很长很粗，所以不会有所谓的化开的口感，反而很像金门牛肉干，带有水分的那一种。葱饼应该是油炸，外皮很脆，里面的面皮属于有点软糯的口感，非常丰满的葱和葱香，大推哦。综合卤味拼盘里有卤蛋，就是卤蛋的味道。豆干这是偏干，非常扎实。卤牛肉的口感比牛肉面的牛肉更棒，肉质不松散，切片后的纤维感降低，很好吃。耳朵的话，吃起来就跟一般猪耳朵差不多。最棒的是它酱油膏，台湾本岛南部的口味，偏甜不咸也不腻。现在进到在地人宵夜的部分，排队的时候，前方大叔是在金门当兵，来这摊吃回忆的。鸡排炸的酥脆，鸡肉不柴，粉料有些甜，所以大推好吃。其他点的甜不辣、鸡心、鸡皮、鸡屁股都是偏干，但配上粉料还是好吃的。根据金门县华侨协会在1971年做的统计，侨居南洋的人口大约11万多人，新加坡最多，约5万多人，其次是印尼的2万5千多人，马来半岛的2万4千多人。也许不是每个人都能赚进大笔财富，但只要是经商致富，就会把钱汇回来。除了帮自己盖个养老宅，还办学校回馈乡里。在我们走下一个景点前，先来吃早餐吧。早午餐先来吃金城镇的标记小吃店，看它的墙面视觉是标榜吃回忆中的味道。我点了肉羹汤、蛋饼和2块咸烧饼。肉羹汤属于清爽没有勾芡的那种，汤头有点偏咸，不是本岛那种偏甜的浓稠口感。肉的部分则是有沾太白粉，所以外层很滑口。喜欢清汤咸细肉羹的人可以试试。
蛋饼的外层是煎到酥脆的薄饼，内层是蛋，不同于本岛的蛋饼，大推非常好吃。烧饼外观看起来像是本岛的炭烤烧饼，但它的外层也没有那么酥脆，内层的面体有点软糯，面粉麦香很足，葱馅也比较不咸。早午餐的第二家我是吃科技广东粥，我点了海鲜粥、油条和甜烧饼，粥的米粒已经煮到消失，还有一只虾、10颗、蛤蜊和土托鱼块，用料算是大方，算是口味不太重的广东粥。油条不是走酥脆路线，像是台式甜甜圈的口感，蒸粥来吃会有很有饱足感。甜烧饼的外皮看起来很酥，但不会，属于扎实面体的烧饼。白糖糕的占比也不会太高，所以整体而言不会太甜腻。我们来到金城镇的水头聚落，水头又叫金水，临近水头码头，早期是金门与厦门之间的交通口岸。整个聚落的居民是以姓黄的为主。水头聚落目前保存最多的闽式建筑，除了聚落的闽式建筑外，也会看到侨民汇款回乡所新建的金水国小，还有德月楼，也叫冲楼，以及辉煌洋楼。金水国小是由黄氏家族提议，水头聚落的侨民一起出资，于1932年新建。现在内部改为展览馆，展出金门侨民外出生活的历史景况。在金水国小后方就是德月楼及黄辉煌洋楼。黄辉煌在1910年代远赴印尼巴里把板经商，从事杂货批发生意，赚钱致富之后，把钱汇回家乡，在1931年盖了黄辉煌洋楼以及德月楼。德月楼是座冲楼，顾名思义是拿来防卫用的，高11.26公尺，墙的厚度有40公分。洋楼和臭楼的兴建，除了彰显财力，也反映出当时的治安问题，需要一座挑高的冲楼来自我防卫。这里是欧绰聚落，是属于姓欧阳的聚落，同样具有完整的闽式风格建筑。聚落的入口就是欧阳中远洋楼，也叫做顺天洋楼，是金门第一栋洋楼。屋主欧阳中远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地经商，赚了大钱之后，便把钱汇回金门，新建这座洋楼，并于1918年建成，在当时被称为欧绰大楼，同时也被认为是带动南洋侨胞回乡建造洋楼风气的始作俑者。现在洋楼对面的闽式建筑是民宿，也是咖啡厅。我们来到古冈聚落的董允耀洋楼，目前洋楼正在整修中，没办法进去看，我们就看看旁边的董氏家庙和古冈学校。董允耀的家里本身是经营卖豆腐的生意，但由于谋生不易，于是在1980年的时候，他大概10岁的时候，跟着同乡一起远赴印尼去打拼。刚开始是帮佣做工，有点积蓄后，就在印尼的加里曼丹，也就是婆罗洲岛的南部，收集海产，拿去试水贩卖，还与友人一起创立同城赞商号，贩售海鲜干货。之后又与人合伙经营船运，总之很会做生意。1933年返乡新建洋楼，并且在此居住，但1937年日军占领金门，就没有办法返回印尼，于是居住于洋楼内，直到1945年去世。董允耀的后人在2020年把洋楼捐给县政府，让县政府可以展开修复的工作。这里是珠山聚落，这个聚落里全部都是姓薛，薛氏祖先在元朝时由厦门来到这里定居，已经有650年历史。聚落四周有高地环绕，中间有大型的池潭，在风水上被视为吉穴。聚落以宗祠为中心，向两边拓展，环绕着大潭，是金门少有的大型、完整并且空间感非常大气的聚落。除了有闽南传统建筑外，同样有一座洋楼，叫宣佑南兄弟洋楼。清朝光绪年间至1940年代，这里姓薛的族人多往菲律宾经商。薛佑南兄弟在经商致富后，把钱汇回来盖洋楼。
宣南兄弟洋楼在1928年兴建，建在位置较高的地方，有防御的功效。聚落走到底有个小小的山丘步道，可以走到最高处俯瞰整个珠山聚落。聚落的闽式建筑埋藏在树林间，非常有隐秘的气氛。因为这个聚落的建筑布局非常完整，景色也非常美，所以可以停留久一点哦。下午茶时间来吃位在金城镇模范街的阿公的豆花，豆花大碗70元，综合豆花是老板帮忙挑4种料，或者可以自己挑料，种类就不限量。我是挑荤桂、仙草、珍珠和薏仁。豆花属于入口即化，吃得出黄豆味，荤桂是黑糖口味，非常 Q 弹。其他3种料就中规中矩，糖水不会太黏腻，整体是好吃的。此行最后一座洋楼，金城镇的寻云选洋楼。洋楼起建于1911年，完工于1915年。它不是一般完整的洋楼外廊，属于闽南式传统建筑与洋楼的折中混合版本。屋主徐云选在这里创办富和行商行，经营由漳州等地进口建材以及石灰的加工买卖生意。他们家族在清末民初，除了经商赚钱外，还投身政治圈。家族成员中也有不少人前往新加坡或马来西亚做生意。这是座隐身在金城镇市区里的洋楼，不太好找哦。晚餐我们就来模范街吃2家现烫牛肉面，2家都标榜在地温体牛。我在源头点的是清炖口味，良记牧场则是红烧口味。2家都有小菜吃到饱。现烫牛肉面的表现形式就像是台南牛肉汤，2家的汤头是浓郁的姜和洋葱。源头的清炖牛肉面没有想象中的清甜蔬果和牛味，牛肉片很厚也很嫩，好吃。面体偏硬且 Q 弹有嚼劲。良金的牛肉面吃起来感觉跟源头很像，只是汤头从清汤变红烧，红烧的酱味不会太重，面体同样是扎实有嚼劲。这家点的是肉片，口感软嫩不柴，稍优于源头。同样有小菜无限供应，但多了双麒麟。2家店都有跟一些租车行有合作折扣，出示车钥匙即可95折。假如只有机会吃1间，2间随意挑选1间即可。个人觉得口味品质都差不多。最后在金城镇的模范街做结尾。模范街原是明朝末年郑成功练兵的地方。1924年，金门商会决定在这边建一座足以堪称模范的街道，因此前往南洋募资，集结侨民的捐款，以红砖拱廊设计，打造有点闽南、有点南洋风情，又有点日式洋楼风格的模范街，并在街口新建了一座市场，别名叫巴萨。巴萨一词在马来语和现在的印尼语里，也就是市场的意思，反映出旅居南洋的金门人多少也带回南洋的语词和文化。现在这里有很多餐厅和商店，还有一座建于1812年清朝嘉庆年间的真铁白坊。整个金门150平方公里，大约半个台北市大，总共有7大聚落，这次只探访了4座，161座洋楼，这次也只探访了8座经典洋楼。尽管当初生活困苦，日子不好过，金门人能包袱款款前往南洋做生意。尽管赚了钱，也在家乡建了养老房，但他们大多最后并没有落叶归根，而是持续居住在南洋的侨居地。金门不像澎湖，走的是阳光沙滩路线，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座岛屿跟南洋的连结。我们已经知道四处都有客家人，现在也知道南洋到处都有金门人。金门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支影片见喽。